你身边的人是 NPC 还是玩家？为什么你们成了一家人？上一期我们在会员频道聊了一个很硬核的框架，你的肉身本质上是一个碳基 AI， 食神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本地模型，而元神才是真正的玩家。那期视频发出去之后，评论区炸了，其中有一条留言直接问到了我最想展开的方向。他说，我身边的至亲至爱在唯识学的框架里到底是什么？他们是 NPC 还是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元神？我该怎么跟他们互动？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上一期我们拆的是单机架构，也就是一个人的意识系统怎么运行。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你有父母，有伴侣，有孩子，有朋友，你的生命体验里至少有一半是在关系中发生的。如果我们的框架只能解释一个人，不能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它就是不完整的。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该如何处理亲密关系，今天这一期我们放到免费区来分享。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我要把上一期的单机模式升级成多人在线模式。我先给你一个结论，然后我们再一层一层拆。结论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有元神，没有例外。你的父母，你的伴侣，你的孩子，街上跟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甚至那个在地铁上踩了你一脚的大哥，他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玩家。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玩家没有上线。还记得上一期我们讲的吗？一个人如果一辈子都是食神在自动驾驶，从来没有觉察过自己的念头，从来没有跳出来看过自己那套自动运行的程序，那他在游戏里的状态就是人工智能驱动的 NPC 模式。不是没有玩家，是玩家，也就是那个元神一直在挂机，手柄放在那儿，屏幕亮着，但没有人在操控，角色完全按照预设的 AI 脚本在跑。你身边的人看起来像 NPC，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元神，而是因为他们的元神和你的元神一样，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在线。你自己想想，你一天24小时里有几分钟是真正清醒的？有几分钟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思考什么，而不是被念头裹挟着跑？可能连5分钟都没有。你自己都在 NPC 模式里运行，你凭什么判断别人是不是 NPC 呢？好，这个前提搞清楚了。接下来的问题更深一层，也更烧脑。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巴士系统，都有自己的阿赖耶识，都在各自的意识里渲染各自的世界，那你看到的那个亲人到底是什么？唯识学给了一个非常精确的回答，你看到的那个人不是他本身，你看到的是你的第八识，也就是你的阿赖耶识渲染出来的一个相分。相分这个概念我们在唯识那期讲过，你的意识在每一个认知瞬间都有4层结构，相分是被你的意识投射出来的那个对象。你看到的妈妈的脸是你的眼识和第6识联合渲染出来的一个画面，你听到的伴侣说的话是你的耳识处理之后输出的一段信号，你感受到的朋友的温暖是你的身识和意识综合加工之后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从头到尾你没有直接接触过对方的元神或者意识本身，你接触到的只是你自己意识渲染出来的关于他的版本。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孤独？好像每个人都被困在自己的意识泡泡里，永远无法真正触碰到另一个人。别急，唯识学没有停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关键概念叫做共业。共业的意思是，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赖耶识，但不同的阿赖耶识之间可以因为相似的业力种子共同渲染出一个极为近似的世界。打个比方，你在玩一款多人在线游戏，每个玩家的画面都是在自己本地渲染的。你的电脑渲染一个版本，你队友的电脑渲染另一个版本。2台电脑，2块屏幕，但因为他们连的是同一个服务器，用的是同一套游戏规则，加载的是同一张地图，所以你们看到的世界几乎一样。但注意，只是几乎。如果你的显卡设置不同，分辨率不同，延迟不同，在地图上的位置不同，视角不同，那么你们看到的画面
就会有微妙的差异。唯识学说的就是这个。你和你妈同时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你们的物理环境几乎一样，但你的意识渲染出来的客厅和她的意识渲染出来的客厅并不是同一个。你注意到了墙角的灰尘，她注意到了你没穿拖鞋。同一张沙发，你觉得舒服，她觉得太软了腰疼。同一件衣服，她觉得漂亮，你觉得俗气。同一首歌，她觉得太吵，你觉得刚好。你们活在同一个物理坐标里，但活在不同的意识渲染里。那为什么你们会出现在同一个物理坐标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人做了你的妈妈，做了你的伴侣，做了你的孩子？唯识学的回答是，因为你们的阿赖耶识里有共同的业力种子，这些种子在过去的因缘中被反复熏习、加强、纠缠得越来越深。到了特定的因缘条件成熟的时候，这些种子同时现形，把你们拉进了同一个游戏房间。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你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似曾相识，有些人你相处了10年还是觉得陌生。不是什么神秘的玄学，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由于相似度不同，种子纠缠深的人，你们的阿赖耶识之间有大量的共振频率，系统自然把你们匹配到了同一个场景里。种子关联弱的人，哪怕天天见面，也就是2个 NPC 在走程序。现代脑科学其实也在验证类似的现象。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发现，当你看到另一个人做某个动作的时候，你大脑里负责执行同样动作的区域也会同步激活。你朋友跟你讲一个特别伤心的故事，你的大脑不是在处理一段信息，它是在同步运行一段类似的情绪程序。别人打哈欠的时候，你也想打；别人笑的时候，你也想笑；别人哭的时候，你也想掉眼泪。这不是比喻，这是神经科学实实在在测出来的数据。2个人在深度对话的时候，他们的大脑活动会出现显著的同步化现象。普林斯顿大学的哈森团队用核磁共振扫描发现，一个人在讲故事的时候，听者的大脑会像镜子一样跟讲者同步激活，而且同步度越高，听者对故事的理解就越深。你跟一个你爱的人面对面坐着聊天，你们2个大脑的某些区域在以相似的节奏震荡。用唯识学的语言翻译，这就是2个食神在实时交换种子。你说一句话，这句话在对方的阿赖耶识里种下一颗新种子，对方的一个表情在你的阿赖耶识里也种下一颗种子。你们每一次互动都在互相的种子仓库里写入新的数据，这些数据会影响双方未来的认知模式、情绪反应，甚至命运走向。这就是为什么亲密关系的力量那么大。一个好的伴侣能改变你的整个人生轨迹，不是因为对方给了你什么物质条件，而是因为你们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持续的在彼此的阿赖耶识里种下高质量的种子，善意的种子，信任的种子，觉察的种子。这些种子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成熟，改变你的反应模式。反过来，一段有毒的关系能摧毁一个人，也不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而是因为长期的否定、贬低、操控，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种下了恐惧的种子、自我怀疑的种子、无力感的种子。这些种子一旦生根，它会影响你看待所有关系的方式。唯识学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叫做真上缘。意思是说，在因缘体系里，人和人之间不只是简单的互动，而是互为成长的条件。你的父母不仅仅是你的生物学来源，他们是你这一世最强大的真上缘。他们的爱也好，他们的局限也好，他们给你造成的伤痛也好，在唯识学看来，都是因缘条件的一部分。这些条件激活了你阿赖耶识里特定的种子，推动你去经历特定的体验，获得特定的成长。心理学把这个叫做原生家庭问题。所以说，你跟你最亲的人之间的冲突，恰恰是你修行最大的道场。为什么？因为 NPC 之间的互动是纯粹的程序对接。你妈说你懒，你的食神
自动启动防御程序，要么反驳，要么冷战。他的食神看到你的反应，又自动启动他的下一轮程序。两个碳基 AI 本地小模型在互相触发对方预设的推理脚本，来来回回，永远在循环。但如果你是一个玩家，如果你的元神在这一刻上线了呢？你妈说你懒，你的食神还是会产生那个防御反应，那股火还是会升起来。但你看见了那股火的升起，你看见了你的食神正在调用防御程序，你没有按下执行键，你在那个反应和行动之间留出了一个微小的空隙，就在那个空隙里，你有了选择，你可以选择不按照预设脚本回应，你可以选择看见他说这句话背后的焦虑，看见他的食神也在自动运行一套关心但不知道怎么表达的程序。这个瞬间，你不只是在调试自己的程序，你同时也在他的阿莱耶识里种下了一颗不一样的种子，一颗被看见的种子，一颗冲突可以不升级的种子。这颗种子未必今天就会发芽，可能要很久，但它种下了。你看，这就是多人在线模式里最精妙的设计。你的觉醒不只影响你自己，它会通过种子的传播机制影响所有跟你有深度互动的人。你不需要去说服任何人，不需要去教导任何人，你只需要在互动中保持一点点觉察。这一点点觉察产生的涟漪会在对方的种子仓库里留下痕迹。有一位观众在评论区问，有些人是不是纯 NPC？ 我理解这个问题的来源。你身边可能有这样的人，似乎永远在自动驾驶，永远在重复同样的模式，你怎么跟他沟通都没用。但唯识学不支持纯 NPC 这个判断。每一个有情众生都有佛性，翻译成我们的框架，就是每一个角色背后都坐着一个玩家。你觉得他是 NPC， 可能只是因为他的玩家正处在深度挂机状态，被食神的自动驾驶完全接管了，也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也在 NPC 模式里，两个 NPC 相互认不出对方背后的玩家。这里有一个很反直觉的真相，你没有能力判断另一个人是不是 NPC， 因为你对他的所有感知都是你自己的香氛。你看到的那个不觉醒的人，说不定只是你的意识渲染出来的版本，在他自己的意识世界里，他可能正在经历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内在旅程。这不是心灵鸡汤，这是唯识学的严格逻辑。你永远只能看到你的香分，看不到他的自证分，他对自己的觉知只有他自己能验证。所以回到那位观众的问题，你身边的至亲至爱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你在这一世的游戏里最重要的队友。你们因为共同的业力种子被匹配到了同一个副本，你们每天的互动都在互相的种子仓库里写入数据。你对他们的爱，你对他们的怨，你跟他们的每一次冲突和每一次和解，都在塑造双方未来的意识地图。最关键的一点是，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游戏体验，你只能改变自己在游戏中的状态。但当你从 NPC 切换到玩家模式的那一刻，你跟所有人的关系都会开始变化。不是因为他们变了，是因为你看他们的方式变了。你不再只是用食神的自动分类系统去贴标签，在那套系统里，人们被分为好人、坏人、有用的人或者讨厌的人。现在的你开始看见每一个人背后那个跟你一样的存在，那个也许还在沉睡，但确实在那里的玩家。这种看见本身就是一种最深的连接，它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对方理解你在干什么，你只是在心底承认，面前这个让你抓狂的人，他跟你一样，背后也有一个正在经历这场宇宙级游戏的玩家。他可能走了一条跟你完全不同的路线，他可能选了你觉得很蠢的支线任务，但那是他的游戏，他有他的剧本，他有他需要经历的功课。你能做的就是在跟他交手的那些瞬间尽量保持觉察，在你的香氛世界里为他留一点空间，为他种一颗好种子。其实说到底，修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在多人在线模式里，每一段关系都是道场，每一次对话都是种子交换的仪式，每一次冲突
都是两个食神的程序在碰撞，而碰撞的缝隙里就是元神可能透出光的地方。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每次跟他相处完，你都会变得比之前清醒一点？或者反过来，有没有每次跟他待完，你就特别累，特别迷糊的？这两种人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种下的种子质量是完全不同的。选择跟什么人深度互动，从唯识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你选择了互动对象，就是选择了往自己的种子仓库里存入什么样的数据。好了，到这里你可能还想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和至亲的连接不只是这一世的，如果我们的阿赖耶识之间纠缠了很多世，那这个纠缠在元神的层面到底是什么？觉醒场里的不同节点之间到底是怎么互相感应的？这个问题我今天先不展开，因为它牵扯到更深层的如来藏和法界缘起的概念，值得单独用一整期来聊。但我可以给你留一个思考的种子。如果元神是觉醒场的一个局部表达，那所谓的你和我的分别本身就是一个更深层的幻觉。也许在元神的维度根本就没有你和我，所有的分离都发生在食神这一层，都发生在游戏界面上。在界面底下的源代码里，也许从来就只有一个玩家，你身边那个最让你爱、最让你恨、最让你放不下的人，说不定就是你自己。你觉得呢？你和你最亲的人之间有没有过那种超越语言的默契瞬间？那个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来评论区聊聊，我非常好奇大家的体验。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